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期节目呢，咱们讲了讲和琴酒相关的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那么作为一款在酒吧当中使用率超高的基酒，我觉得也是相当有必要跟大家介绍几款以琴酒作为基酒的热门调酒。年关将至呢，在家秀上几杯调酒是又好喝又好看，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调酒教学。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款酒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汤力 Gin Tonic。金汤力呢是以金酒作为基酒而做出的所有调酒当中最经典的一个，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除了金酒以外呢，这款酒当中最重要的另一位原料就是汤力水了。汤力水呢是一种以印度奎宁为原料所制造出来的药剂。奎宁呢是一种由金鸡纳树皮里提炼出来的生物碱，主要用途呢是解热和对抗疟疾。在战争时期呢，它经常被士兵随身携带饮用，来抵抗各种难缠的疾病。原本的汤力水是一种非常苦涩难以下咽的药品，但人们逐渐发现加入金酒之后呢，能让汤力水变得更加的可口易喝。于是呢，这种新兴的配方便很快在军队当中流行开来。战争时期结束之后呢，随之而来的鸡尾酒热潮也逐渐将它演变成为了一种酒吧和餐厅当中的高雅饮品。这杯金汤力的家庭调酒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需要的原料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些：金酒45毫升，青柠汁10毫升，汤力水1小瓶，以及一片青柠做装饰。我这里使用的金酒品牌呢是添加力，口味淡雅，很适合调酒使用，价格也不贵。我这么巨大的一瓶 Party Size 的添加力也就几十美金而已。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制作。首先呢，找来一只柯林斯杯，最好是冰过的，然后呢就开始加入金酒。然后是青柠汁，加入了金酒和青柠汁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加入冰来搅拌。OK， 简单的搅拌几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汤力水了。在倒入汤力水的时候呢，其实有2个小窍门，一个呢是沿着杯壁缓慢倒入，这样的话呢，汤力水当中的气泡就不会散掉太多。另外一个呢是可以直接用8勺来引流一下，避免汤力水直接接触到冰。这样一来呢是可以避免气泡消散，二来也可以避免汤力水当中的奎宁在接触到冰的瞬间激发出大量的苦味，影响口感。那么我这里就用8勺来跟大家做一下示范。这里呢金酒和汤力水的比例大概是1:3就行，对于我这只杯子来说呢，就是装满就可以了。然后简单的提拉几下。最后还有一片青柠作为装饰，这样一杯金汤力就完成了。再来试喝一下，这杯酒呢入口是酸酸甜甜的，很清爽的感觉，并且当酒液进入口腔之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被二氧化碳冲击到的感觉，就像是喝了碳酸饮料一样。然后呢，还有柠檬的酸味，再加上金酒当中富含的杜松子香气，以及后味当中一点点汤力水特殊的微微的苦味，真的是第一口下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惊艳，忍不住再来一口，真的是很好喝的，不愧是金酒当中最经典的一款。要不要来试一下？是还不错呀。今天要介绍的第2款酒呢，就是各类电视剧、电影当中出镜率极高的烈性调酒马提尼。马提尼呢，常常被人们称为是鸡尾酒之王，由它而衍生出来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调酒，每一款的上座率都很高，但最经典的还是莫过于 Dry Martini， 也就是最原本的马天尼的配方。需要的原料很简单，金酒、干式味美斯 Dry Vermouth 以及橙味苦精，最后是一小段柠檬皮作为装饰。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呢，味美斯就是指调酒当中常被用到的一种加烈型葡萄酒，风味呢有点类似是白兰地。那么干式味美斯呢，就是甜味极低的味美斯，和 Sweet Vermouth 是2个极端。另外呢，我这里用到的橙味苦精呢，也是参考了著名的 Liquor.com 的配方，不是一定需要，但是加了1-2滴进去之后呢，味道立马会提升一个 level。那么咱们现在开始调。
首先呢，拿出一只搅拌杯，倒入冰，之后呢是金酒60毫升。我这里用到的是一款叫做 Bombay Sapphire 孟买蓝宝石的金酒，也是金酒家族当中呢十分受欢迎的热门款。杜松子的味道相比添加剂来说更加突出，因此用来调 Martini 效果很不错。我们先倒入金酒，之后呢是干式味美思15毫升，最后2滴橙味的苦精。这些原料都加入进去之后呢，我们来搅拌均匀。最后呢，用过滤器把它过滤掉冰，倒入一只冰过的鸡尾酒杯当中。最后就是加入柠檬皮做装饰了。这里再放入一个樱桃，看起来更好看一点。好了，这样一杯经典的 Martini 就完成了。Martini 呢看似简单，但是想要调得好喝却非常不容易，因为使用了2种烈酒作为原料，酒精度很高，因此一旦调配不好，就很容易酒精感太强，影响口感。那么我来试一试这杯的感觉如何？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呢，这杯的酒精度要高很多，但是却也不太难入口。杜松子呢和葡萄混合的气味，再加上一点点柠檬和橙子的清新感，口感是很不错的，应该是属于那种一不小心就会喝很多的酒。好了，下一杯酒呢是吉姆雷特 Gimlet。Gimlet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 Whisky Sour 威士忌酸一样，同属于是调酒当中的酸酒类别，原料是以金酒加上柠檬汁和糖浆摇合而成。1953年呢 Raymond Chandler 在他的一本著名的小说 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别离中多次提到这款酒，书中的主人公呢也尤其钟爱它，因此很快风靡于世。许多读过小说的人也因此成为了 Gimlet 的铁杆粉丝。当时书中介绍的原始配方呢是金酒和柠檬汁1:1，酸度较大，因此后来人们又多次改良了这个配方，让它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调。首先呢，拿出一只 shaker 杯，倒入冰块，金酒60毫升，之后呢，柠檬汁20毫升，简单糖浆20毫升。这里的简单糖浆呢，咱们上期节目也讲过了，是水和白糖以1:1的比例熬制而成的，家里面也可以常备一些，方便调酒时使用。好，所有的原料加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摇了。之前其实有观众提问了，这个摇酒到底摇到什么程度会比较好？一般来说呢，只要摇到这个杯子上面结霜了，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除了个别会用到蛋白的酒，为了摇出绵密的气泡，需要至少摇个1分钟才能保证出品质量。那么咱们现在开始摇。好了，最后呢，在空杯当中呢，加入一些冰块，用这个过滤器倒入过滤过后的酒液，最后加入一片青柠。好，这样一杯呢 Gimlet 就完成了。先来喝一口来尝一下。哦，这杯酒呢应该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味道了，是酸酸甜甜很清新的味道，味道干净利落，并且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杜松子气味，酒精感还比较低，比上一杯的 Martini 要好入口很多。我感觉呢应该是很适合那些喜欢金酒但是又不太喜欢重口味的人。来，你尝一下。Nice。最后要讲的这杯酒呢，叫做 Pink Lady 红粉佳人。这款酒呢，也是金酒调酒当中唯一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鸡尾酒。1912年呢，著名的舞台剧《红粉佳人》在美国纽约问世，一时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轰动，颇负盛名。而这款与它同名的鸡尾酒，正是为剧中的女主角而特别设计调配的酒。它酸甜的口感和吸引眼球的色彩，一出现呢就深受女性朋友的喜爱。这款酒的原料也不算复杂，就是我面前的这些：金酒、柠檬汁、石榴糖浆、牛奶、
以及用来点缀的红樱桃。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调。首先呢，还是拿一个 shaker 杯，在杯中加入一些冰，之后呢，加入金酒45毫升，柠檬汁15毫升，16糖浆15毫升，以及最后的牛奶30毫升。加完这些原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摇了。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摇好的酒呢倒在一支冰过的鸡尾酒杯当中就可以了。还是先过滤一下，然后呢，以及2颗新鲜的樱桃，好，都放进去之后呢，这样一杯 Pink Lady 就完成了。来尝一下，能明显感觉到呢，这杯酒的酒精度是比较低的，入口是很明显的酸甜口味，而且因为加入了牛奶呢，口感是很像我们之前喝到的优酸乳，后味是有淡淡的杜松子和植物带来的清新气味，不会很上头，是真的很适合女生在下午茶或者聚会时和朋友们一起饮用的调酒。好了，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共讲了4款经典的金酒调酒，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